好，昨天 T34的教练机失事哈，就怪说是在野党蓝白党国防预算，所以马文就很生气了，这是可恶可耻的政治操作，哪有党你什么国防预算呢？哦，那另外呢，民众党很气，说国军阴魂都还没有安息，你就开始吃人血馒头，哦，真的很可恶哦，因为没有删这个预算嘛，哦。那另外呢，刚刚讲到2033年才逐步，还不是2033年就全部除，逐步除，还不逐步到多久哈？那空军说妥善率无虞啊，但是已经规划去买新飞机了，规划很多年了，拜托你效率也太差了吧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到底有没有挡这个保养跟修理的预算？说1.8兆国防预算都给你通过了，它这1.8兆是韧性特别预算、国防特别预算等等哈。这年度国防预算，他们加起来有1.8兆这么多钱呢，哦，马英九的时候一年才3000亿的国防预算呢，蔡英文的时候6000亿，现在一直加哦，那这算什么大的钱呢？维修到底几十亿算什么大的钱呢？买我刚刚讲也不过40架，买最好的 T6也不过就是120亿台币，这该花的钱不花，对不对？这对于初学的刚开始要学的就是要初级教练机嘛，你更要安全才对啊。哦，这明明多了6倍，你还甩锅，说是这个删掉你们的这个预算。那汉翔工会一直希望国机国造，哦，那民进党说支持国防自主，没有人反对国防自主，没有人反对这个国机国家的武器自己造。问题是你要等多久啊？要多少时间呢？不就等到现在人命关天了，你要再死几个人？哦，所以国机国造当然重要，但是时间也非常重要，你来不及就赶快外购。这么简单，立法院，我认为立法院根本就应该提案，自己提案子就把这个提一个追加预算案，就把它通过了。民进党也不会反对，民进党会反对这案子吗？不可能有人敢反对啊！趁着这个机会就提出来了，有那么困难？国民党在野党就应该做这个事情嘛。哦，好吧，已经超过40年了，2033年后才除役。哦。如果外购更安全、更快速，就不应该因为意识形态非要国造不可，爱用国货，非要坚持国际国造。我也认为啊，马英九讲是对，干嘛一定要坚持国际国造呢？对不对？国际国造是好啊，但是有能力才。你说你还要等，然后这边一直试，对不对？然后非要坚持国际国造，这干嘛？好吧，所以呢，说应该务实引进成熟的军备嘛，就防止演训的风险，就是应该这样，风险。培养一个飞行员多不容易啊，对不对？你这样死了多可惜啊！看一下，空军 T34C 出教机坠毁，不幸酿成2名飞官殉职，事故原因还在进行调查，但有人接着把噪音怪给蓝白。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发文悼念飞官，底下涌入不满他的网友留言：每天删国防预算，怎么好意思543？预算不都被委员删除了吗？为什么不赶快审预算？如果像这样的飞安事故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可恶又非常可耻的行为。这一笔预算完全没有被冻结，而且也没有影响。民众党也跟着跳出来驳斥，因为国防部预算书空军后勤的这笔预算属于持续性一般公务预算，共编列636亿，非新兴计划就可正常支用，反击侧翼啃人血馒头。我们公务年度预算9500亿没有删呐。而且这个 T34型那么的老旧，没有弹射的机翼，这个问题早就多年前已经被我们在野党立委踢爆了。T34C 出教机服役超过40年，讨论多年要装设弹射座椅，但空军曾解释，因为下方有油箱，恐怕无法承受弹射座椅启动压力，遭质疑。既然2033年才能汰除，7年的空窗期，把飞官安全摆在哪里？距离 T34C 全面汰除还有7年时间，漫长的过渡期，飞官每次升空恐怕都是风险。来，这有个证。这2位啊，一个是资深，他们都是飞超过2000个小时的，一个是资深中教，一个是教练，他们都是我们高雄的子弟，一个在3名，一个在南子。然后这些父母亲也都是非常好的人啊，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一个难过。但是这件事情一发生完，大概2-3个小时，网络上就大举的说蓝白3预算。你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又来了，只要发生什么事情，你马上侧翼就是全部的出笼，然后呢调出的10亿，那个是要维修的部分。再仔细去看，
这个东西来说，即使蓝白没有去审这个预算，这个预算是属于一般性预算，你都可以沿用嘛。你这种新兴计划773先跟你让你破例先使用，之后再来看一般性预算完全是沿用的，就像我们一般的薪水，它是属于一般性预算，我没有给你砍住吗？没有。可是网络上就开始不断的在造谣，这让我们这些非常非常的生气的这个地方。而且目前来说的话，审预算的过程里面，这种操作让你最生气，就是你只要是有山有洞，我们合理的去监督，可是马上就说你不重视国防，你不重视教育，然后呢，你也不管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只要委员一提案有签字，他就把你这个委员拿出来鞭尸，然后还算出谁在删这个国防预算最多，谁删教育预算最多，然后最后结果是大家在沟通当中要求他提出一些的报告，澄清清楚之后，我们就用一些的方法让他用动的，或是以后来解冻。可是没有，这个过程当中你马上就被做成图卡。台湾什么时候立法委员要接受你这样子的一个凌辱，我真的觉得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且2个小时之后，马上这种图卡就到处去飞。然后马文君也讲得很清楚了嘛，任性1100亿。我们的7800亿大家都很熟了，再加上9000多亿，加起来1.8兆。你不去讨论1.8兆，为什么没有办法搞定我们这些非官的生命安全？然后没有办法搞定这些老旧这个机型的一个太旧？你完全把这个整个采购放在主战场，包括潜舰，包括你的这个无人，包括你这个潜舰，包括你的战机，包括你的飞弹。但真正这些大家平常都常常在使用的，为什么没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你只讨论到底这个10亿的维修费有没有给？你不去讨论1.8兆当中为什么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非常资深空关的这样一个安全？所以我觉得台湾每一次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真的受够了，真的大家好好的面对问题。国防部大家就拿出一个讨论的方法，不要让我们每一次讨论这样子，有人失事你就操作我们的解决的方法，然后解决的方法只有解决这短期的部分，下一次再失事再讨论这个解决方法，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好好的说？最后讲一个，我们支持。我们汉翔可以来这个自治，但是呢，你把它的 priority 排到这么后面，那你这个空专府你到底怎么来做？这才是我目前应该最关切。来，朋友，我来讲一个2014年10月31号，在野党立委提出 T34的这个初级教练机应该更新哈。那在野党立委是刘建国委员啊，2014年的时候提出来，那时候就说要买15架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 T6C 的这个 T6的教练机。这已经超过10年了哈，还是没有动。我想这应该不是各政党的问题。我回头看了一下，就是说空军有自己的考量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T34C 它的设计的时限其实16000个小时，那它其实大概目前为止这一架飞机是飞9855个小时。我飞过更老的飞机啦，我坐过一次更老的飞机，那这个它的时速也是8000多小时，其实都还只有一半而已。所以你说这个40年的飞机就一定有问题吗？其实我自己飞过，我觉得的确。感觉会比较恐怖一点，但是的确它的安全性还是有了哈。所以比起这些更高速的战斗机来讲，这种初级教练机本来就训练使用的话，它的安全性考量当然可以更好。但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既然大家有这个共识，我看到这个其实我心里面也蛮难过，就是说当时刘建国委员怎么讲？他说在台湾呢已经有9起的失事的记录，当时10年前有10个飞行员因此这个殉职哈。10年来，我觉得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到底是说，我们每次呼吁完，然后就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新闻过了，大家就这个好像就放下，回到他们自己的这个空军自己的专业去做判断？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哈。就是说，既然如此，就是说，的确在大家经历了这么多次反反复复的讨论之后。那我是认为空军在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立法院提出来哈，让空军这个行政机关去提出来，他真的需要，那我们蓝白赶快，不管是任何政党哈，居然是在野党都这么支持，我现在执政党也没有理由去说他不要的这个情形。就像刚刚张大哥讲的，相对来讲只是一点点预算，不管是赶快先采购一批好来做个这个应急的需求，那后续你要让汉翔自己慢慢来造，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这种后勤维修的需求嘛哈，其实。这种消失性伤员的问题，为什么常常要讲国造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消失性伤员就是因为都掐在别国的手中的话，我们的消失性伤员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人家不卖，或者说中间产生一个什么效果，产生一个这个国际的事件，我们拿不到零组件，就危害到我们飞行员的生命的话，这当然都不乐见了哈。所以怎么去均衡？我觉得是现在去趁着这个机会做实务性的、做真正有建设性的讨论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想看到的事情了。梅方兄，这时候我想起 M41战车的这个故事啊。那时候我刚进立法院不久，政府要花国防部要花一大笔的钱，要提升做性能提升，做50辆，接着其他军种有陆战队啊，他们也要跟着要提升，最后要搞到几百辆。
我记得那时候我反对，我举一个例子，我说就像有一个人啊，你现在把他牙齿全部把它换新的，啊，然后呢眼睛啊、脸啊哪里该动都做了，就医美全部都把你做了，但是基本上这个人的心脏的功能，基本上中药的内脏的功能，他如果是70岁，不会因为你完成这种表面上的这些的改变，然后他就性能就提升，不会嘛？我那时候很成功说服他们，就说你要做就做这50辆，做完以后再说。很巧的是，全世界当时在使用还在使用 M41华克蒙拳坦克的，大概就只有3、4个国家。啊，像有些国家就是放在军事博物馆，啊，当纪念品一样这样子让人家看的。所以后来军方就接受我的建议，那就做这50辆。那后来就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现在如果想，我们当时如果花一笔钱，而且做完再做个几百辆的话，那我们的军队都使用旧的东西。为什么这个飞机会比战车还要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天上飞，哎，你说哦，它这个零件没有，我就拨另外一架飞机来装一下，这个坏又拨另外一个零件再装一下，它的基本的性能就是40几岁。攸关空军健儿的生命，我认为我们花了钱，甚至浪费的钱都比这个多很多。就立刻立法院，如果我在外交国安委员会，我就要求大家通过一个决议提案，全各党都要支持，通过这个决议，建请国防部马上明年编入预算就开始做，或者编一个特别预算，这个时候编特别预算才有意义，而不是想要搞什么钱就随便搞个特别预算，那没有道理嘛。徐先生回来。对啊。好，钱哦，因为财政收支划分法呢，给地方比较多的钱，中央就说很多钱你们地方跟我分担，或者你们地方自己出哦。比如说租金补贴哦，这中央政策啊，对不对？那就好，那地方要分摊租金啊。刘世芳说，为了居住正义，分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为过啊，不应该分摊吗？哦，因为主要是要补贴这个租金呢，所以数量蛮大的啦。6都每个月就烧掉10几亿哦。那现在就说呢，就是中央钱不够了，地方来出钱啊。那包括少子化政策，包括租金补贴，都是这样哦。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中央的政策，但是呢，叫地方来出钱，所以就说财政失衡了，财权失衡啊。那么另外呢，当时这个分摊租金补贴，当时就因为房地合一税当时有增加很多的钱，但是呢，房地合一税钱到哪里去呢？用于住宅政策，还有主要是长照支出所以呢，初期几乎都用在长照，住宅给很少的钱，所以有一段时间几乎是0，后来才勉强拨了20%到住宅基金，所以一直在抢这个钱。我们看一下。根据那个2025年地方的跟居住正义相关的，包括土增税、房屋税、地价税那我们看到呢，地方上面总共所得到的这个税负呢，一共是2667亿。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我们2个地方议员在这里新北市议员、台北市议员，来民友地方怎么看？有钱去分摊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出来之后，我觉得当时因为刚刚志仁委员提到那个刺激器，但我们很困扰，就是说现在到底通过哪个版本？那中央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到地方政府到地方政府分配的数额，其实我们跟这个市政府要资料的时候，其实大概也一直在变动的状态，他们就是一直在分配，就当时的，譬如说你不管是一般性补助款、专项性补助款，中间怎么去share那个比例，其实我觉得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楚的状况之下，你要去推出新的政策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你到底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的问题，就大家还没办法，还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来做判断。所以我今天在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为难的原因就是说，事实上是租金补贴大家都喜欢，
而老百姓也不会去管说你到底是中央负责还是地方负责。好，只要你能够钱到我们手上，让我们这个能真的降低这个生活的这个压力的话，都是好事。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整个大的框架上，其实那个边界好像是很模糊的，那个数字是不清楚的情形之下，我觉得。又回到就每个地区的这个生活样态不同，像我们在谈这个租金补贴的时候，台北市的情况跟新北市大概不一样，因为台北市的这个房租现在其实非常非常高，那所以它补贴的如果就全国都是均一的标准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公平。好，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看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同。那你负担的金额却是一样的情形，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讲，有的是觉得，我有余裕的话，我来多做一点没有错。但是对有政府来讲，地方政府来讲，它却是很大的财政压力。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当初去讲这个财政收支划分，让地方有更多事权没有问题，更多钱、更多事权没有问题。可是这么大的金额下到这个落实的阶段的时候，事实上操作的细节还是要去考虑的，不是只是看表面的数字而已。是吧？我觉得刘世芳讲这些话，拿什么居住正义去这个帽子来压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没有道理啊。因为就刚才你有讲的没有错，现在各地方到底对于财政收支划分法，到底能够地方拿多少钱，而且这个钱呢要拿来怎么用？现在其实各地方政府都搞不得傻傻，根本搞不清楚。然后呢，大家都每个人都在开单，就说我拿到这笔钱之后要去做 A、做 B、做 C， 基本上我都还没有拿到钱，你就告诉我还要去负担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费用。我请问你，那个大家觉得心里面到底觉得，那我还要不要拿这笔钱？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这样子做法，我就有点像赌气的小孩，就觉得说好，那你有那么多钱，以后都你要出哦，你的房租也要付一半哦，然后你这些钱我也不管，中央通通丢给你哦。但这不是一个解决方式的方法嘛？你既然说你既然中央政府的编的预算，那你大概知道说台北市、新北市啊6都各县市，你大概会拿多少钱？你可不可以请当各县市的财务人员、主计人员来谈一谈，你可能拿这笔钱，那你要做什么？是不是大家心里面有个底？如果有底之后发现有一些余裕，那我当然可以去做一些财政的补贴，让大家在台北市的地方有一些补贴，让大家生活的更宽松一点。那现在所以我觉得刘世芳这样讲，我基本上在赌气啦。还是在赌说过去为什么那个蓝白去通过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让中央的钱变少，他想要做的事情给的钱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讲法，我觉得要重新去思考。我觉得我们下次的行政院会，我觉得各在野的这些代表，甚至我觉得高雄也要讲，台南也要讲，因为是事关他自己的地方发展，都应该联合提案，就说你要告诉我们到底要付多少钱，而且我们能拿多少钱。我个人觉得啊，以居住正义为名，中央跟地方来分摊，我觉得这个前提上问题不大，但重点是你要跟地方好好来做沟通。像目前为止，事权、钱权都没有搞定清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赖总统不但在中央不但在开支票，不但在开支票，大家觉得拍拍手什么都很好，钱你们付5000，然后钱到最后叫地方来付，地方每次都傻眼了。这是地方目前为止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最大的一个困扰。而且我说实在的，什么事情都丢给这个财划法，什么都丢给财划法。包括我在高雄选举的时候，我对手说我让高雄少了200亿，我就想要200亿，他到底从哪里算出来？双北都还算不出他们的钱到底有多少的时候，我就被算出我已经砍了人家200亿了，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在乱砍预算，跟这个财划法永远是目前这个选举在交战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主轴，也是蓝白最骂最多的。我还是必须要讲，以这件事情来说，你不要忘记哦，徐国勇我们前内政部长还曾在他的政论节目当中呢，为了居住争议，他说要弄股票的证交税来哦，证交税也可以啦。然后目前来说要叫地方来付，你就表示什么？中央政府所开出的支票，往往都没有一个稳定的财源，这才是暴露最大的问题。股票很好的时候，你有证交税啊；股票跌的时候呢，这些税难道就不需要了吗？那现在房地产，你现在的地税，还有很多的税，目前来说是很好，所以罗世芳说有2677亿，让地方来分摊个80几亿，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是还是一句话嘛，你有赚钱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账付；当你没赚钱的时候，你叫地方，而且你会排挤到非常非常多其他一般性的，我们包括我们的教育、社福等等之类的。那你这个又怎么去讲？所以从头到尾，我还是一句话：中央已经有是60%，而且当你自己是开出你的支票的时候，你就要从你自己的财源里面去，否则你每次开了一大堆，然后后面地方来这样付钱，地方你都没有考虑到，我们还有很多的建设，还有很多的地方又来去做，起码你要做到跟我们好好来沟通。为什么今天大家反弹这么厉害？就是你从来没有沟通状况之下，然后叫这些人要地方政府来买单，当然每个人都会跳脚嘛。而且最近很多的支票是因为证交税最近会多收5000亿，涨很多嘛，今年会多收，所以他觉得财源没问题。
问题是增交税地方分不到钱啊。没错、增交税中央你开的支票，叫那个地方分摊，那地方当然哇哇叫嘛，感觉。对，我是觉得啦，我觉得你说租金补贴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呢，台湾那么多的空屋，然后那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买不起房子，可能租房子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这个政策的拟定本身真的太奇怪了。所以我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就问智仁说，到底现在立法院里面通过这个财划法，到底是哪一个版本怎么样？因为事实上财划法后来的一个新版本，这个行政是不附属的啊，所以不是还在打这个宪政官司嘛？哦，所以呢，我就说你不能说当初财划法要分配的时候，地方要求多一点钱的时候你不给。那现在的话呢，又说这个东西要你分摊的时候，又说你看我给你那么多钱，这个就没有这个没有拿到钱嘛，就是这样的。前面这件事情就财划法来说，所以你当初如果说你当初说好说，因为我要你负担这个租金的这个补贴，我今天呢开支票要你买单，我今天送礼物要你花钱，那所以的话呢，我因此就应该要给你更多地方更多的钱，应该是这个样才对啊。那你不能说当初不给你钱，那现在都要你去花这个钱，那这样的话。到底就是说，中央本身的讨论财资收支划分法的时候，它在事权钱权这个事情上面，它本身逻辑就是不通的嘛，哦，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必须说，事实上为什么这段时间这1-2年租屋的补贴政策来的这么的夯，多到说呢，总要花到2000多亿，然后需要地方去补80多亿，是因为先前民进党的社会住宅跳票啊。是因为当初蔡英文8年20万，然后呢，这个而且又追加了8年13万，但后来其实整个的社宅根本没有盖到那么多，那没有盖到那么多之后怎么办呢？他们说，哎呀，那这样子当初我也呼吁。其实你一定要盖那么多吗？人家国外呢，像荷兰、瑞典盖那么多的社宅，是因为他们本身房屋的自有率没那么高。台湾的房屋自有率那么高的状况底下，其实大家很多都有自己的房子了。那另外需要租屋的话，其实你就拿空屋想办法去消化这些空屋，说是来得更好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而且他就用消化空屋的角度，提供这个租屋的补贴来解决他这个社宅跳票的问题。所以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要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民进党现在也很糟糕，就是你很多错误的政策、跳票的政策、转弯的政策，他都不用道歉的，他都不用说明的，就直接稀里糊涂的就转过去了。核四也不是这个样子吗？当他这个核能政策、非核政策走不下去了，突然之间核3、核4、核2都要重启了，也不去解释，也不讲说当初我为了要去提倡非核家园，我批评支持核能的人什么不是人哦，就我是人，我不挺核，我是人我反核，对，所以到最后所有挺核的人，所有认为核能真的是应该成为方案之一的人都不是人了，甚至连清大的核工系都改名字了，你夸张到这种程度。真的是这样子。那现在呢？现在当你突然之间你核2、核3你要重新拥抱时，你有没有曾经对过那些人，你批评的那些人去道歉过？你有没有去说明过为什么你要转弯？没有。那我觉得社宅不也是一样吗？社宅蔡英文20万，我后来还去查了最新的，目前7万正在这个新建中，还没有完工哦，所以呢不到一半。然后呢赖清德又加码说他也要盖社宅。然后呢，现在社宅发现都盖不出来了，然后呢，就用这个租屋的方式去补贴。我是同意租屋，但我的意思说，这是你去解决你跳票的政策，因此生出来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又要地方去买单，那你要不要稍微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说，社会住宅在台湾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个居住正义的方案之一，租屋实际上是更多我们认为呢，尤其未来你可以去看日本高龄化的状况底下，空屋更可怕，空屋可怕到你这个。老人家一个走了，然后的话呢，没有人要去继承，那个问题多得不得了。所以实际上台湾的空屋需要被消化，但是呢，它需要你一个诚实的、负责任的、透明的政策说明，而不是说你自己跳了票之后找了一个政策去弥补它，然后弥补它过程当中，你又觉得你钱不够，然后就地方稀里糊涂的帮你去买单，还帮你擦屁股，就变成你跳票，地方擦屁股，还要被你骂说没有支持居住正义。我觉得没有那么。便宜的执政者，就是当你执政，你就要对你的政策负责任。你做了任何的，不管是不合时宜的、错误的跳票的政策的时候，请你说明清楚，然后跟地方沟通，地方才会心甘情愿嘛。你任意的就说，你看这是居住正义，你不给这个钱，你就不支持居住正义。我觉得这种话批评起来太沉重了。那你自己本身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不需要负责，也不需要解释。他骂北京，他就有30%的票在那个地方了。执政太容易了，真的太容易了。休息一下再回来。
劳动部要征司机，然后他们要给你多少薪水底薪，低于最低工资。哦，今年公布的最低工资是29500，结果呢，劳动部的甄选司机写的29220，少了280，当然少的不多了。问题是1毛也不能少啊，因为你是劳动部啊，你要保障劳工的权益啊，你自己征司机，你怎么会比最低工资还低呢？你是搞什么鬼呢？哦，所以呢，他们说是引用了错误的旧的资料，赶快撤下来。这你不管你什么原因，这是不该犯的错误。哦，这是你这个劳动部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的任何劳动部的公务员，这是最起码的，你必须要知道的嘛。最低工资它最关切的嘛，怎么会把这个资料引用错误呢？哦，到底怎么回事呢？哦，然后另外呢，王宏威说唐凤把标案给自己人，因为这个数发部每年花将近100万做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就是你那么多公务员，会议记录不能做，哪个公司或是哪一个人花100万去做会议记录的，是不是很好笑吗？政府钱就不是钱啊，公家钱就不是钱啊，耳奉耳入，民脂民膏，没听过这句话吗？哦，所以呢，而且过度集中，怎么每次都是他呢？那其他的工作室不会做直播吗？而且现在什么会就是直播录影录下来就是啊，这还要花钱去吗？这不是很好笑吗？哦，每年花近100万呢，哦，4年花了389万，1年97万，就是都这个王宏威说都包给唐凤办公室的专案顾问，叫做简孝化了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哦，那简孝化呢说对外面宣称是唐凤的人马啊，报道这样说了哈，所以可以一直拿标案，到底怎么回事？那YouTube 影音也播放唐凤的影片哦，那是怎样哦？所以呢，民进党党团说啊，王宏威有爆料错误过，这个范云讲是2回事情啊。王宏威有没有爆料错误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嘛？我们常常把这个乱混淆一通，你知道吗？哦，王宏威有没有爆料错误过？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有没有错？你要讲这件事，我现在只讲这件事嘛，这件事有没有错？哦，就一般很多人脑筋糊涂，逻辑感不清。台湾从小我就认为小学就应该好好教逻辑，那也就罢了。你范云，你这个大学教授，你怎么会没有这个逻辑感呢？他曾经讲错过，那这件事对不对嘛？你不要他过去讲错没讲另外一回事情，这件事对不对？这件事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司机的这个驾驶的甄选简章哦，确实是有误植，所以我们在昨天发现的第一时间，其实就已经下架了。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1.1倍，啊，这样子的规定啊，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啊。只在做直播，1年100万，连续1、2、3、4这样子连续4年，通通标给一个人。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1年都要100万。唐凤能够对外说明简孝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可以在过去唐凤在行政院的时候，在很多的一些网络平台里面，他可以直接说他是唐凤办公室的专案顾问？好，来地方兄，我们讲说不以人废言啊，那可能在民进党一些朋友们眼里面，王宏威是国民党的立委嘛，也常常会批评这个政策，批评民进党的政府嘛，所以你对他可能有成见，然后他也可能有说话，曾经有所闪失。那我请问一下，当政治人物呢，天天都在讲话，你每一个人讲的话都完全无懈可击，都没有出现错，不可能的事嘛，谁都会嘛，只是川普是最多的而已嘛。那你现在你讲他这个，我说不以人废言。那王宏威就事论事，刚刚主持人讲，针对这件事，我觉得王宏威说的话是无懈可击的，是正确的嘛。所以你这时候开记者会去这个批判王宏威，是自曝其短的，而且让民进党自己变得非常尴尬，因为全民大多数选民都没有什么很僵硬的政治立场啊。看到你这个民进党的党团开这样一个记者会，我觉得对民进党政府的印象不会太好的。你看哦，4年
一年120万、130万、80万然后呢55万，然后呢都是这个若思影像工作室，都是同一家。这就很奇怪，而且这不是多困难的事情。对，为什么录影一下到底有怎样？对啊，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我一定看到这个标案，我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会议记录部会里面会议记录这个也要外包？那照理说，会议记录是个机关里面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包含说你有没有一些机密的会议记录的内容在里面。那而且很多在会议记录的这些执行上面，都是机关内部非常重要的依据啊。那为什么连这个都要外包？那我们的公务员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感觉每个事情都有外包。那再来第二个，你这个后来他也承认啊，他承认他这个事情是真的。那民进党要不要跟王宏威道歉？而且这标案也是存在，而且这个人就是拿唐凤的名片在外面行走，那就显然这唐凤这张名片在这个行业内是好用的嘛。所以我觉得要检讨一下，为什么连会议记录这种事情都要外包？那再来，我刚才讲这个征司机，我们知道很多的同仁，我们的议会很多同仁现在在征司机，因为要选举嘛，开1个月5万块，没人要来，真的没人要来。为什么？他说他外面开Uber。轻松，当然一个月好几个，不是只开一个Uber，他好几个叫，好几个平台。他1个月呢就是8小时每天开，大概1个月7、8万。如果认真一点的破10万，所以他为什么要来做司机？为了做司机，那更何况你劳动部准备开2万9，2万9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人会去应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长啊，那这当然你去这些招财广告看出来之前，整个内控体系是不是整个失灵啊？你做一个劳动部2万9，你觉得找得到人吗？根本找不到人了。最重要的是他是劳动部，好不好？我还要维护劳动的基本的劳权，就他开了一个2万9，完全是不符合时代，完全是不符合。什么时候司机变2万9？司机在10年前就已经不止这个价钱了，好不好？这个我们洪部长，然后他真的是，我也觉得他内控有问题，他反而是在那个就业安定基金当中，大家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个质疑，也没有大家把这盘黑幕把它打开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就是以王宏威这个例子，请问预算要不要好好的监督？要不要好好的审查？每一次呢，如果说王宏威今天做这个数发部，他做检举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他再检举更多的话，下一次如果说有诈骗发生的话，他们一定侧翼又一定要来指说，你看你就是把数发部里面的某的这个经费把它冻结或把它删除，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做过立委知道很多的项目是包扎在一些藏在不同的猫腻当中，所以说你可能为了要动他这个所谓有一些的文宣费或等等之类，跟其他的费用把它包括在一起，那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管里面这些小的细节，就从大方向来告诉你，你就是让我们今天会造成这种惨剧，就是因为动预算或删预算。现在我们每次都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明明你就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告诉大家说，我为什么要动这个，我为什么要删这个，因为它已经超乎我们的所谓的比例，我们透过这个动，希望你能够提出更好的一个方式来解释给我们听，都可以再讨论。可是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完全我们真的是在所有的里面都充斥着这些人不断的在累计，你到底删了多少，你到底动了多少，你就是不重视这个，你都是不重视那个。文化部未来也会发生这个一个状况，那时候有那么多的一些的预算，大家抓出来，你就是你的名分不实，而且你像执行的这些人，可能都是当初在大罢免时候很多人的一个执行者。当委员有这样的一个质疑，透过这个动，然后请你提出解释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马上把你过去只要提案的部分全部把你拍照下来，然后把你完全上面去公审，然后呢就变成这个状况。立法委员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公审的，连我们在签这个东西、写别人这个东西，大家都要非常谨慎小心，永远不知道你哪天变成是一个杀教育预算、杀这个数位发展部的预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杀手。这个已经是让大家觉得撕裂太多的地方了。没有。我同意资深委员刚刚讲的，其实本来现在民意代表真的接受这个监督的力道是在这10年之间变化非常大，就越来越强，强度越来越高。那所以在审查预算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整个监督政府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蛮认同，就是说这些做法。那当然每个人自己会有累积自己的这个社会形象，会遭到一些质疑，我觉得这个难免啊。不过我还是一样坚持，就是说我们既然做了一天民意代表的工作，就是去做好监督的事情。像洪委员提出来这个数发部这个业务，我其实觉得蛮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多东西外包之后，事实上是你
机关其实掌握得很差。那又回到这个劳动部的部分，会不会也是因为他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又是委托到哪里去的这种外包人力的事务去做处理的时候，你的控制就开始会出现问题。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央政府，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其实也蛮常见。我们就审过预算，就是说，他外包了一个这个软体的案件，软体案件就花了几千万嘛。那给我说明，我不是说你那个预算书上面的那个字哦，是我要这笔预算的内容的说明，结果他还是给我2行。那当然，我也很生气，我就说那时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简单糊弄过去？你觉得我们看不懂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社会沟通的过程。就是刚刚志政委员讲到，现在很多人提那个提案书的时候，大家都要签名。那签名的时候，这个马上就会被放到网络上去说，哎，谁又删了什么预算，谁又做了什么事情？我之前遇到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整个现在很多这个免费营养午餐的案件里面，其实我当时是反对，就我们党团，因为党团一提，他就把我名字放上去，然后就有这个就有很多网民来说啊，他说你就反对，你干嘛同意？我说马上把我撤掉。当时那是我坚持我的立场，但的确就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的去讲故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最不必要，因为那是社会沟通必要的过程。大家讲清楚自己的理念跟立场之后，去做专业的监督，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觉得很多如果说网络上的人，你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这些专业的事情的话，你大可不需要去做评论。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办案人员上午到吴乃仁，民进党大佬就要抓他，结果要拘提，就抓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人不在家，所以扑了个空，那吴乃仁到底怎么回事？那说因为台北地方法院，因为只是人别讯问他，到时候要不要管收？因为这个案子在台中，台中地方法院要决定要不要管收他。为什么要管收呢？因为呢，当时他被依背信罪判刑9个月。他当时当台糖的董事长，台糖很多地啊，很多资产啊等等哈。2015年他出狱了，但是呢，法院要他们赔1.7亿，要他赔，他跟这个春龙公司，因为他在台糖董事长那里贱卖土地给春龙，因为讲台糖很多土地啊，不然猪啊、兽啊等等，贱卖给春龙公司。所以就背信了，背了公司的信，你怎么把公司的资产贱卖给别人呢？判了9个月，他也坐完牢了。5月27号入狱，1月17号外役监出来了。那其实等于关了6个月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了哈。那但是呢，要赔钱1.7亿，你影响台糖的钱，影响台糖的利益，你要把这钱赔给台糖。结果呢，没赔什么钱他们扣押了他1700万，台糖追回了700万，有2400万，但是1.7亿啊，你2400万还有1.4亿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说他平常还搭 BMW， 搭个豪车，常常出入高档餐厅，但是为什么不还钱？所以法官就下令要拘提他。那当时赖清德曾经担保他清白，因为他是新潮流系的大佬。在戒严时期投入党外运动，做过多次担任过民进党的秘书长，后来做台糖董事长。当时他跟邱义仁、林左手、洪其昌、吴乃仁合称新潮流4大天王。邱义仁最近还在讲话吗？说没有任性台独，没有任性台独，我们就是维持现状。他跟邱义仁是好朋友，被黄金杰称为能量偷岛金。2颗，因为都是人嘛，吴乃仁、邱义仁，所以2颗土豆人。那另外呢，2018年不满党内的补选呢，宣布退出新潮流跟民进党，宣布退出。不过，2003年发生这个台糖的这些案子，我们看一下。民进党大佬吴乃仁，他在2003年担任台糖公司的董事长期间，因为贱卖台糖土地给民间公司，遭法院判刑9个月定谳。而在赔偿部分，贱卖加上利息和已经扣除已讨回的金额，他还欠台糖大约1.7亿。今天台北地院再签发拘票，派了法警书记官前往吴乃仁住处，要拘提他，不过扑空了。根据了解，这拘票还没过期，因此在期限内都还可以执行拘提任务。北院回应，他们在2024年底就受台中地院嘱托，先执行吴乃仁在北市3家金融机构存款当天核发扣押命令，给银行冻结吴乃仁的账户现
现金，也通知吴乃仁到案说明，但都没有到场。今天上午，台北地院民事执行处在签发拘票，派了法警跟书记官要拘提吴乃仁，但还是扑空了。因为赖清德曾经哭要以政治生命担保吴乃仁的清白，就没想到法院判他是有罪的哈。来，朋友怎么看？哇，这个乃公对我们来讲是上辈的这个长辈了哈，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但真的就是司法居然已经做出判决，我们当然就是尊重司法，那该执行要执行。我想，乃公人面很广，大家要找到他也没那么困难，应该就是事前没有搞清楚这个情形。就我所知，现在他好像也不住在台北市了哈，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意外，那也不要太多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算是一个解读了。南娟。我是觉得在今天我刚刚看到他们具体不到他了嘛，那不管是因为他是一个错误的地址，还是说，我想媒体都已经报道了，他还会在家里面嘛，就等着你出来拘提他嘛。你不觉得这也很奇怪吗？如果今天呢，这个台中真的是因为呢，他这个欠钱不还，然后真的觉得说呢不行啊，怎么可以让他这样的逍遥法外？又去上酒廊，又去大饭店，然后呢还跟检察官这个吃饭，然后大家问到了还说我们在聊宇宙大爆炸，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太荒谬了吗？好，如果因为很荒谬，所以认为他应该负起法律责任的话，你干嘛对外公开呢？为什么媒体报道呢？你报道了后你怎么拘提他？我真的觉得。所以这个台湾的司法也坦白讲蛮奇怪的了啊！如果你真的是真心想要拘提乃公到案，我想可能可以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让一个不要大家知道的方式去把它想办法找到吧啊！不用这个敲锣打鼓的方式。所以呢，现在只是提醒大家说，你看吧。就是确认了乃公还可以继续逍遥法外，那么多的人，我们不要讲说特殊的这个党籍了那么多人的一些小事都可以呢马上的被这个对簿公堂不断的呢这个起诉也好，羁押也好，但有人1.7亿耶。1.7亿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1.7亿可以这样的不还，那只还个700万，然后之后的话呢，就继续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继续当这个民进党的国师，我觉得有这种道理吗？而且想当年，其实当初回过头去推，那个时候事实上赖清德不只是背书的是吴乃仁嘛，还包括了洪启昌嘛，事实上两个都是新潮流的大佬。然后的话呢，就是中间其实有太多的跟他们新潮流有关的一些故事啦，就是说他们其实有那么多的有纪律的一个内部的组织是来自于源源不绝的资源嘛，那哪里来的那么多源源不绝的资源呢？就很多大佬们住在很特殊的位置上面，因此也就有很多的一些资源，就让他们可以不断的进到这个派系当中，让他们不断的去培训。基本上就培训人才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非常好啦但是你用谁的钱，用什么样的资源去培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嘛那所以呢，对于这个他们当初图立这个春龙公司的时候，那个金额是很可怕的，台糖的地，这只是其中一个案子而已。他当初是8.7亿，我都印象很深，8.7亿的这个土地，它建卖数只卖6亿多，2亿多，突然之间就这样子被掏空了，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才会他欠了这个1.7亿嘛但是我说对他们来说，台糖的土地贱卖都还是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台本不要忘记了。吴乃仁他去当过这个董事长，后来一家子都在这个董事会里面，那这又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拥有国家机器的时候，你的目的到底是要拿去分赃就地的大家来共享，然后呢这个有权的。高位的吃肉，旁边呢喝汤，然后所有的人就为了去巩固你的这个执政权继续下去，还是你是真心的为了国家去着想？那我觉得吴乃仁他连到现在为止，经过那么多年了，可以找一个人找不到，我很佩服你们司法。赖清德当时不是只是哭赖清德当时以退出政坛发誓是啊，就后来就起诉啦，有罪我就退出政坛。那他现在当总统了，都是什么政坛呢？那谁在乎呢？不是这样吗？是啊。而且吴乃仁跟检察官系统的关系这么好，是啊，非常好。那他事前是不是知道今天会去拘提他呢？所以他们在聊宇宙大爆炸所以我很大的问号。而且其实我们的警察系统非常的绵密，其实都知道他的辖区里面有哪些名人或哪些通缉犯。或哪些重要的这个犯案记录人住在他的辖区里面，所以各个派出所都有这样的资料，所以警方要逮人，检方要逮人，就算不在户籍地，他都找得到你。所以这个居所不定，我觉得这也不是个理由。那再来，如果说吴乃仁今天真的他觉得他可以勇于面对司法化，今天已经新闻爆出来爆那么大。自己投案就是了，对啊，投案就好了。你这是今天晚上去你的辖区派出所投案，这事情就了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怀疑，就吴乃仁到底现在还在不在台湾？
他如果在真应该投案，因为真的抓是抓得到的，是怎么可能抓不到？抓不到被骂死，我告诉你，治安机关。那至于投案要移送到台中法院。要不要管收他？因为所以管收是你没有交该交的钱就管收。对，你要把钱拿出来你就结束了，你把钱还了就没事了嘛。那就不想还钱啊？对啊，我也觉得没有。刚刚就是诚如蓝轩所提到的，刚刚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吴乃仁当初他是在新潮流是何等的角色，我们的赖清德是多么样的挺的。所以第一个反应，因为现在选举大家都很敏感，第一个反应说，是不是他要用吴乃仁来告诉大家说，我们新潮流是非常的公平公正，连吴乃仁这个丙佑认为的是个上大佬的这个部分都敢去抓，这是第一个大家的反应嘛？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否则的话，你可以用低调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这个大佬。所以报得这么大，是否今天的圣上已经开始对于他的这个司法的清廉度，他要用这个角度来去以正大放。然后第二个就诚如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从台本到台糖到这些钱，你看，难怪像新潮流的这一次的所有的这个。县市长首选里面非常多的这个候选人是来自于新潮流，他们的金钱我真的是觉得不少，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一个劳工，每个人都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可是你看他们在初选过程里面所看的看板，他们所办的大造势，这绝对不是一般可以弄到的。可是背后那个系统、那个派系所掌管的这么大的一个钱脉，真的都没有人想去彻底去探查一下。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你真的想想看，新潮流它这些，你看台本、台糖，没有什么专业，你都可以位居这些地方，更不要说这个，还有太对头都这个竹繁不及竹繁不及登载的备载的这个部分里面，都是掌握最赚钱的国营事业。那难怪他们的候选人出来都可以是这样，这反而是我们在这个探讨这个吴乃仁这些有没有被抓到的时候，反而是应该深度去检举或是干嘛的。来，方兄，我因为只能讲了这些，我才讲。那吴乃仁也照顾过很多人，也提拔过